网传乔布斯早年上下班常开一台无牌照的06版奔驰 SL55 AMG 敞篷版，这要是在国内，那就是扣车12分。当然，用我朝的剑斩他朝的官是行不通的。在美国加州，只要是新车，法律就可以允许裸奔上半年。而乔布斯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去租赁公司只租不满，6个月一换。这辆车搭载一台5.5升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517马力，只可惜电子限速250公里每小时。当然，多花钱就能接受到300。02年首次亮相的时候 ，Top Gear 的大猩猩就是首批车主之一。众所周知，奔驰 AMG、宝马 M、奥迪 RRS 都是各自品牌的亲儿子，虽然叫法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自家的御用改装厂，专注于自家车型的性能提升。同样也是国内官网上能找到的卖的最贵的车。就拿这3辆来说吧，都是国内官网上能找到的最贵车型。如果只看售价、马力、百公里、时速，区别都不是很大。当然，操作感和驾驶感等感受因人而异，在这不做讨论啊。而在这种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就需要其他能吸引车友的东西。而在这一方面 ，AMG 有天然的优势，不同于 M 与 RS 是从总部分离出来的部门 ，AMG 是由奔驰员工出走创业，然后反被奔驰收购。可能大多数人觉得这有啥，但到车企那里就变成了品牌故事、品牌文化。这不就成了卖点吗？看看最会讲故事的劳斯，光飞翔女神的故事，我知道的版本就有小3版、秘书版、雕像版。如果还有其他的版本，欢迎补充啊！1999年，奔驰收购了这家和自己不清不白、喊着追求完美技术的激情口号的 AMG。走进他们的作坊，你会发现每个工程师都有独立的工作台，用来调教发动机，并且每一台发动机至始至终只会由1位工程师负责。也就是说，你能从发动机上感受到工程师擅长什么。在发动机完工的时候，工程师会在发动机最显眼的地方安上自己的手写名牌，这也是 AMG 奉行的一人一机文化。比如他们就调教出了斩获04年最佳性能发动机称号的奔驰6.0升 V12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功率强劲到626马力。不过后来 AMG 发现，大部分人买这类车回来也不是为了飙车，毕竟安全最重要。所以相比于性能的过于强悍，不如坐得舒服来的实际。AMG 也因此在06年成立了 AMG Performance Studio， 这个工作室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车友的需求。通俗来讲，就是为钱包厚度不同的用户提供了3个选项：特别版、签名系列、黑色系列。该工作室发布的首款车型名为 SLR 722，是为了纪念奔驰著名车型300 SLR， 在1955年拿下1000里赛事的冠军。该赛事自1927年首届开赛到1957年停赛的30年里，冠军基本是法拉利和阿尔法罗密欧轮着当，所以这次夺冠对于奔驰来说也是有纪念意义的。至于为什么叫722，因为当时奔驰是722号。说到奔驰300 SLR， 它的故事可太多了。从某种程度上讲， AMG 的诞生也和这辆车有关系。同样是在1955年，在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奔驰以300 SLR 参赛，但是因为一些事故，导致它以240公里的时速一头撞向了观众席，造成伤亡人数超过了200人，这也是当时世界赛车史上最惨烈的事故。这里由于篇幅的原因，想了解更多的观众可以自行百度。因为奔驰是德企，而德国又是2战的战败国，为了避免引发国际上的争端，奔驰果断道歉，宣布退赛，而这一退就是30年。这里说一下，早几年同为 BBA 中的奥迪也是宣布自己要退出 WEC， 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我们要以身作则，巴拉巴拉巴拉的。本来是没啥问题，但是奥迪他爹大众就在奥迪退赛声明的几个小时前，因为排放门事件被判必须要回购这些车，大概需要花费147亿美元，所以奥迪的这个声明就可以翻译成我要为我爹省钱。我们接着说回奔驰啊，奔驰虽然说退赛，但就是不参加国际赛事而已，赛车还是要玩的。一个曾经的国际赛事巨头下放到国内赛事，懂的都懂。就这么一直到了1965年，当时 AMG 的创始人汉斯沃纳奥弗雷希特和曼弗雷德谢克还是奔驰的打工人，负责调教当时300 SE 赛车的直流发动机，将最大功率提升至238马力，而它呢则是装在了当时奔驰参加德国房车赛中的赛车中，然后毫无悬念的拿下了冠军，这引得一众私人车队眼红，就找到 A 和 M 想要 PY 交易，但奔驰表示除了发动机其他都行，毕竟给了发动机，要是再想确保拿到下一届冠军的话，又得调教新的发动机，这钱可不便宜。这也让 A 和 M 觉得奔驰格局实在有点小，大手一挥也不干了。1967年 A 与 M 在 A 的出生地阿斯帕特创立了 AMG， 主要业务就是发动机的设计与调教。因为他俩本身就是奔驰工程师出身，对奔驰的发动机异常熟悉，所以大多调教的都是奔驰车型。比如在69年就将一台奔驰 280E 换上了5速手动变速箱、限滑差速器、盘式制动器等部件，还将原来2.8升发动机的马力从185提升至了230马力。但要说真让 AMG 名扬天下的，那还得是在1971年调教的300 SEL。
300SEL 首次亮相于1968年的日内瓦车展，该车沿用奔驰600的6.3升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250马力，100公里加速6.5秒，最高时速可达220公里每小时，还装有空气悬架和限滑差速器等部件。可以说这车除了重，在速度、舒适性、操控性上都十分出色，备受当时车友的青睐。所以即使是才成立没多久 ，AMG 在资金不是很富裕的状态下，还是入手了一台二手的300SEL， 并且 M 还搞到了奔驰内部测试的6.8升版300SEL 的 V8 发动机。其实我们从这就能看出，奔驰在退赛10几年后，已经开始有点重返赛场的想法了。毕竟内部测试的发动机，我不认为是随便能搞到的。关于奔驰回到勒芒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待会讲。说到 AMG， 他们拿到6.8升的测试版后，也是没闲着，把它从内到外优化了一遍，换上了质量更轻的活塞、尺寸更大的进气阀和更耐热的凹轴等等。最终，这个300SEL Plus Pro Max 版最大功率提升至428马力，而它要参加的是 SPA 24小时耐力赛。别想歪了啊，24小时皮都得脱一层。1971年6月24日，这个怪兽来到 SPA 现场，观众看着移动参赛车900千克上下的体重，然后看着这个重达1635千克的怪兽，都不太看好它。结果他奇迹般的在赛道上超过了一辆又辆赛车的时候，并拿到第2名的成绩，直接颠覆了人们对这个赛事的认知。这一战也同样是让 AMG 名声大噪，世界各地开始有客户找到 AMG， 希望他们能帮忙改装和定制车辆，这也给 AMG 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到了80年代 ，AMG 也是拓展了自己的业务范围，他们不再局限于汽车内部性能的提升，而是开始涉及到汽车的外饰，从 AMG 专属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定制尺寸的锻造轮毂，以及标有 AMG 的各种内饰，为的就是让人瞬间区分出 AMG 奔驰和普通奔驰的区别。当然，除了捞钱 ，AMG 在调教车这一块也没闲着，不断推出以奔驰车为原型的改装车，在赛场飞驰。看到这，观众可能就好奇了 ，AMG 怎么感觉像奔驰的小三一样，这么帮奔驰找存在感，结果奔驰还不给名分。虽说 AMG 和奔驰的首次合作，官方给出的说法是1988年，但这谁信？要说之前 AMG 没和奔驰 PY， 反正我是不信。就冲之前的那个测试版发动机，我就不信。这里说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虽然说 AMG 和奔驰不明不白，但让奔驰重回勒芒的还真不是 AMG， 而是当时不太出名的索伯车队。这段故事具有意思。1982年，索伯的 C6 赛车搭载考斯沃斯的4.0升 V8 自然吸气发动机，参加勒芒24小时耐力赛，但是因为发动机的问题，2台 C6 都没能完成比赛。但他们并不死心。1983年，索伯选用宝马 M88 型 3.5升 L6 自然吸气发动机，打造了索伯 C7。这次表现非常不错，拿到了第9名的成绩。然后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他们用着宝马的发动机，然后问奔驰能不能借用他们的风洞进行测试，标准的 NTR 行为。最离谱的是，奔驰还同意了，并愿意为索伯车队提供发动机，希望带领索伯走向冠军。然后让奔驰大跌眼镜的事情来了，85年，索伯 C8 搭载一台以奔驰 M117 发动机为基础改出来的 5.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这辆车因为在练习赛中失控而严重受损，没法参加正赛了。86年，改进完 C8 后，比赛的时候又因为发动机和变速箱故障退赛。87年 C8 变 C9， 然后这次则是传动系统出了问题。连着3年后，奔驰终于坐不住了。到了88年，索伯车队直接改名索伯梅赛德斯车队，扯得有点远了。我们说回 AMG， 90年代奔驰与 AMG 合作后，可以说在欧洲赛场叱咤风云。纵观90年代的欧洲赛车史，几乎是 AMG 的天下。奔驰在与 AMG 合作了11年后，1991年1月1日，戴姆勒收购了 AMG 的全部股份，其成为了奔驰的全资子公司梅赛德斯 AMG 有限公司，给了 AMG 一个名分。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在上个世纪，专改奔驰的车厂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就有劳伦士、卡尔森等等。为什么奔驰最终会选择收购 AMG 而不是其他的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AMG 改过的奔驰依旧还是奔驰。AMG 对奔驰的改装不是通过暴力的更改发动机提升性能，而是在原有的动力系统上优化、提升动能，想尽一切办法榨干每一丝的性能。这也印证了 AMG 的名言：追求完美技术的激情。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想听更多汽车故事，欢迎关注三驱兄弟，我们下期再见。如果本视频收藏超过500，我会再出一期奥迪 RRS 系列的视频。